900是1650啊，1650加350是2000啊，怎么就1950了？操！又闪退了，操！啊！垃圾韩服果都不玩，操！帮我看一下我这什么意思吗？你韩服你也没了吗？你的号？对，你看一下。nice，哎呦，你号被永封了，起飞，被永封了！你刚才换的时候，哎呦，你被永封了 ！Oh yes，Oh yes，韩服第一的号吗？不是第一啊，好可惜。为什么？永封了！阿万迪，我也被永封了。韩服怎么打呀？这个操！阿万迪被永封了，兄弟！哇吼！不能这么开心吧？所以刚才闪退了，然后他闪退的时候，闪退2次。他的号直接没了。啊，贼烦！阿万迪，那不能解封，那是永封，那不是被冻结。是永封，就是永久，就是这一辈子都用不了，你知道吗？你要等到2122年4月18号才可以玩，那个永封是100年。你这个还可以给你的儿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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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孙子，你这个，你那个下一辈子可以玩，没问题，玩不了了，真的不能玩，问题我不骗你，永封。金光没被封啊，他在韩国打呀。什么3个辅助，2个辅助加1个中路，别说3个辅助了，2个辅助加1个中路。有人说加那个人的好友，问一下那个人，你说那个人吗？别说了，那个人昨天又破防了，说不定是因为那个人昨天破防了，他们今天抓的这么严呢，你知道吗？说不定是昨天那个人。直播说那个你可能抓的更严，有可能啊。他直接直播说这样子到底怎么打排位？每次跟什么官方说给反馈没有用，哎呦不想打。他昨天又说了这句话，说不定因为这个原因今天抓的更严，大哥。Hello， 大家好，我是店家阿博。LPL 春季季后赛还没结束，已经有很多战队召回选手，回归日常训练直播当中。经常看选手们直播的小伙伴应该都清楚，绝大多数的职业选手都喜欢打韩服，不仅仅是因为韩服职业选手更多，而且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原因，那就是韩服的版本要领先国服，选手们可以更早的习惯新版本。值得一提的是，选手们想要在韩服登顶第一，可以说是相当困难的一件事，特别是 LNG 的辅助选手 iWandy。更是霸占了韩服第一这个位置，几乎整整一个春季赛。而韩服毕竟是 LCK 职业选手的主场，在自己的主场却让 LPL 的职业选手实现霸榜，这似乎有些说不过去。因为在 LPL， 其他地区的选手想要霸榜国服几乎是不太可能的事情。其中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在2020全球总决赛期间，当一群国外的选手都在峡谷之巅进行训练的时候，国内的民间大神就会千方百计的想要击败他们。不过让人没想到的是，就在近日，韩服却发生了一件让许多 LPL 粉丝疑惑的事情。据 LNG 的中单多音币透露，自己在韩服的号已经永久封禁，并且更让人诧异的是， LPL 除了多音币之外， iWandy 以及绿毛的韩服账号也被永久冻结。当然了，其他 LPL 职业选手在韩服的号究竟如何，我们暂时无法得知，但是从 LNG 3名职业选手韩服的号被封的情况来看，或许其他 LPL 职业选手在韩服也是发生了类似的情况。LNG 战队纸面实力不弱，晴天事件发生后也没人敢摆烂，为什么1天之内3人被封号呢？起初多音币是在直播的时候，韩服号开始频繁掉线，经常开局没多久直接掉线，然后再也连不上去，然后就是账号显示被封禁100年的提示。随后 iWandy 和绿毛也传来了被封号的消息，不少人纷纷调侃 LNG 这是一下子被封了3个辅助，毕竟多音币这个中单真的是为数不多逆版本还要玩卡尔玛的人。多音币在看到自己的账号被封禁后，也是现场联系联盟的官方工作人员，而官方的回应则是让多音币非常生气，
联盟官方表示，如果你们是在国内被封禁，那么就能轻松解封，但是你们在韩服被封禁，这就没有办法解封了。杜云碧在得到这种回应之后，也是直播表示 LCK 那边又要制裁 LPL 的选手了。之前 LCK 赛区就干过同样的事情，只要是在中国 IP 地址上面登录韩服，那么就会被韩服官方亲自封禁，而这种封禁根本不需要任何理由，也不会给你解封。所以杜云碧也是吐槽，如果 LCK 再这样针对 LNG 的选手，那么今后就不再打韩服了。在得知自己的韩服账号无法复原之后，杜云碧也是在直播当中跟观众们透露 LCK 频繁封号的猜想。杜云碧认为 LCK 赛区是今年 MSI 比赛的举办方， LCK 为了保证在 MSI 比赛上让 T1 战队获胜，所以一定会让 T1 战队的选手有最好的排位训练环境。而 T1 战队的成员有很多人在排位当中遇见演员，所以 LCK 官方为了能够快速的清理这些韩服演员，就把最近排到过 T1 战队的中国区域的账号给进行了封禁处理。LCK 官方认为这样就能够极大程度的减少演员的出现。而 LNG 战队之所以被封禁，也是因为在韩服当中遇见过 T1 战队的选手，这种说法比较合理，否则无法解释为什么韩服号闪退，甚至被封100年。杜云碧跟队友开玩笑说，你这个还可以给你的儿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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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孙子，你这个你那个下一辈子可以玩。除了季中赛的原因，杜云碧还给出了另一个解释。杜云碧表示，别说了，那个人昨天又破防了，说不定是因为那个人昨天破防了，他们今天抓的这么严呢，你知道吗？说不定是昨天那个人直播说那个你可能抓的更严，有可能啊。他直接直播说这样子到底怎么打排位？每次跟什么官方说给反馈没有用，哎呦不想打。他昨天又说了这句话，说不定因为这个原因今天抓的更严，大哥。而杜云碧所说的那个人自然就是 Faker 了。那么 Faker 破防是怎么回事呢？原因是 Faker 为了备战 MSI 亚运会，却因为日常的安排导致自己无法专注于打 LOL， 再加上此前 Faker 在韩服一些不愉快的经历，或许是为了能够让 Faker 更加专注，韩服官方才开始封禁 LPL 选手的韩服账号。毕竟接下来的 MSI 亚运会都涉及到 LCK 的荣誉，甚至是国家的荣誉，让 Faker 能够100%专注于训练，为他创造更好的训练环境。虽然封号的做法有点过，但站在 LCK 的角度，却还是值得他们这么做的。在阿博看来，目前出现这种情况跟李哥的关系不大，与季中赛有关或许才是关键。演员或者摆烂的玩家每个赛区比比皆是，这是需要官方严厉打击的问题。但 LCK 官方这样毫无理由的永久封禁账号确实有一点过分了。同时希望 LCK 和 LPL 不被这件事所影响，积极备战接下来的 MSI 和亚运会。除此之外，亚运会的选手名单也是广大网友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韩国 LCK 早早确定了国家初选10人大名单，不过 GNG 管理层立刻发声表示，在拥有明显强大的 T1 和堪用存在下，安排这种走形式的流程，纯粹是把其他4位选手当傻瓜。更离谱的是 KESPA 方面，在没有任何提前周密安排的情况下，强行让这10位国家队选手从首尔赶到光州参加集训。而 T1 刚刚在月初夺冠 LCK， 又由于本身需要安排直播和拍广告，以及此前的自我隔离，时间本来就很紧凑，结果这么一搞，让 T1 的选手受到了近乎非人的待遇。韩国现在的舆论评价是一边倒的，都认为责任在 KESPA 身上。刚刚进入体育协会就急于建立自己的功绩，却没有一点统筹能力，把选手不当人一样的使唤来使唤去，既没有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更是严重扰乱了职业选手的行程规划。韩国电竞协会全责。近日 LPL 也传出了有关亚运会人选的消息，电子竞技杂志主编石祥作为业内人士，在 B 站爆料了一些关于亚运会英雄联盟项目选拔相关的事情。根据这位业内人士透露，此次选拔标准不是择优，而是趋劣。过去几年有丑闻、负面消息的选手很难入选国家队，这样一条标准无疑意味着近期状态火热的小虎已经提前从亚运会首发竞争中淘汰出局。毕竟前不久他才被前女友爆出黑料，
虽然小虎以及他所在的 RNG 已经晋级 LPL 决赛，但哪怕最终小虎夺冠，他可能也将无缘亚运会了。除了选拔标准以外，这位电子竞技杂志的主编还透露了亚运会 LPL 项目的大名单，很可能将在4月25日有一个结果。因为体育总局的关门时间是4月25日，在这之前要在报名系统里上传大名单。如果爆料属实的话，不出意外 LPL 观众很快就能看到 LOL 项目亚运会的国家队大名单了。最后，对于 LNG 3人韩服账号被永久封禁， LPL、LCK 亚运会最终名单人选，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哟。